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Allrich Tech and Game。我的朋友呢都叫我 Allrich，可是我叫 Allrich 哦，没有办法咯。这个频道就叫做 Allrich Tech and Game。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来给你们介绍一个 Kingston 的 HyperX Revolver S。这个东西真的够力，我跟你讲。这个耳机呢，我差不多去年这样子，去年差不多5月这样子的时候买的。这个耳机它好嘞是好在它就有个环绕系统，你知道吗？环绕系统啊，如果你很喜欢打 game 你很喜欢打 CS:GO 还是 Call of Duty 还是什么 PUBG 总之是那种很喜欢给你听脚步声的 game，这个耳机就真的很适合你啦。OK，我们不要讲 gaming，我们不要讲打那种有的没得的 game 它普通用吧，我要拿来听音乐还是看电影什么其实都可以用到的，都 OK 的，都很好。然后，中午我买这个耳机呢，我又有电脑，我又有 PS4 Pro 又有那个 Nintendo Switch。那个时候我本来是要买 wireless 的，买了过后就在后悔了好像 PS4 可以用吧，Nintendo 不可以用这样子没有办法卖掉亏一点点来买这个这个好这个，因为它是有送你那个Dolby 卡过后我给你们看啊，就是它不管插哪里都可以的，就是插主机啦，主机就是你的 Nintendo 你的 CPU 你的 PS4 Xbox 好像也是可以，它有这样，Xbox 可以，只要有那个 USB 那个插孔像插下去按钮哇，你就可以听脚步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耳机它到底有什么好。OK 啦，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先。所谓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耳机靠 design，是吗？好像不是所以这整个耳机呢，它最突出的 design 呢，就是它依靠旁边这个 H 的字样，还有它白色的轮廓。虽然它没有什么 RGB 的那个成分在里面，把整体看上来，它是给别人一种低调又雅观的感觉。然后这个耳机它用的材质呢，不是那种亮面的 plastic，就它不会完全反光那种，它用的材质是那种耐电的材质来了。虽然它这个材质好，它却有一个致命伤。它的致命伤呢，就是如果我用指甲还是其他比较利的东西刮到它，它会留下很明显的那个痕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铁环，这个铁环可以讲是这整个耳机的主体然后我个人是会比较喜欢这种有铁环的因为现在多数耳机它都是直接那整个 headband 一起这样子的嘛如果是那种你跌在地上的话，哇，它直接会影响到你的耳机的它直接这样卡，哇，就够力可是铁环的话呢，它虽然这样子是好啦，但它有一个坏处就是如果你这样你在戴着的话你你戴着的话你不小心敲到它这个铁哇，就很多声音，而且那个声音是一敲下去就很响的那种，就感觉会有点烦躁不过我觉得这个是不足为提的东西然后其实呢，这个 Revolver S 呢，它算是 Revolver 的第二代来的。然后比起第一代呢，它其实是有进步因为第一代的时候它也是同样理在铁环嘛，把第二代的话它就有加了新的东西，就是2片那个可以拆的 rubber 下去。然后这两个 rubber 呢，肮脏是可以拿来洗可以拆出来洗把这两个 rubber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你敲到铁的时候，它会那个震波，它会震到就是给你耳朵听到觉得很响嘛。所以这两个 rubber 它工作就是分散掉一点那个震波，给你听到那个声响没有这样响，没有这样烦躁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这个 headband 的东西。这个 headband 呢，它里面的 cushion 呢，就摸上去也是很软很好戴就是感觉你戴久它不会硬化那种。不过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用它一个5、6年就摸起来感觉是很好。而且除此之外它的那个 design 也是很美，它不算是那种高调啦，你看它旁边那个针线，它缝到这样是很美的然后它上面还有 stamp 那个 HyperX trademark 的那个 icon 下去，是真的很帅一下。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这个 headband，它是 retractable headband 来的。我们来先讲它的好处先。它的好处就是它不像其他的耳机这样子就你要戴之前你还要去调不然就是戴上去过后你才在那边调你耳朵的位置那些。这个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自动伸缩的嘛所以你就只是这样子戴上去罢了。你戴上去它就依据你那个头型来调整那个大小这样子，所以是很方便的东西
，but 它有一个不是很理想的东西哦，就是它的这个 retractable 的这个东西，它是 plastic 哎，然后这个 plastic 它看起来是，我感觉是有点薄啦，不过它是很 flexible 的那种啊，就很有伸缩性那种，感觉跌啊不会容易断吧，我还是有点怕啦，所以还是小心用会比较好。OK，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的东西就是这个 cushion，这 cushion。这 cushion 哦是他们 HyperX 他们用了他们一个那叫什么材质啊？我不知道什么材质，好像很够力这样就对了。可是它真的很够力哦，真的好用哦。HyperX Signature Memory Foam，你看我戴眼镜吗？看到吗？我们戴眼镜的人哦，其实是选那个耳机哦，是有一定的那个难度的嘞，因为哦，多数耳机哦，他们那个 clamping force 啊，他们会夹到你耳朵，好像很紧这样啊。之前我买过一个 Razer 的耳机，它那个这个耳机这个 cup 这边又小哦，我耳朵哦都已经这样丢离还不够，还给那个眼睛这样压住哦，哇，真的超不舒服。把这个 HyperX 它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它的那个耳机那个洞哦，真的是够大哦，就是我整个这样戴下去哦，是不是？我的耳朵都没有感觉哦，很像就被挤压到的感觉然后眼镜哦，它的那个 cushion 就很软，软到它跟你的那个眼镜好像合为一体哦，这样子就整个空间的它都很封闭啦，你也不容易会听到外面其他的声音这样子啦。然后它这个 cushion 哦，真的是就戴了很久哦，是不是？你都不会很像会想要流汗还是什么这样子？就我自己本身是汗腺很发达的人，而且我没有开着冷气的话，我是开着风扇吧我也是戴了差不多半个小时、1个小时这样，我拿下来，诶，没有汗水哦，就只有油罢了啦。不过人的脸出油是正常啊，就用 tissue 抹一下就可以了咯。它的那个材质真的是很软很软，戴起来是很舒服，真的可以戴很久，你戴一整天哦都不是问题的那种。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加分的地方哦，就是它这个耳机，它触音的那个设计是符合人工学的，像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样子啊，它是因为我们人的耳朵是斜一边的嘛，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触音的那个 design 也是斜一点点角度这样给我们，所以是很符合人工设计哦。虽然是讲其他牌子啊，像上海热它就已经做这样子的东西，已经做了很多款了。把其他 HyperX 的牌子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不懂啦。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这个 cushion，反正我猜出来，就顺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cushion 呢，它现在在 HyperX 的那个官网呢是暂时找不到啦。But 如果真的要找的话，我是去淘宝的话是有看到啦，But 我不知道材质一不一样啦。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呢，虽然是讲这个耳机哦，它是 close back，它是遮盖式的那种耳机，可是如果你是在听歌，你听到很大声，还是在炸歌的时候它难免会出现一些漏音的那个现象啦。就是外面的人，他们虽然不是很听得清楚你在播放什么东西，把他们是听到有声音出来的。OK，所以我还有一个要提到的东西就是它的 cable，它的 cable 哦，它用的那个材质哦是那种布料这样子的，它是 fabric braided，它看起来是非常的就是结实的，可能你要出油你要把这个耳机一起塞过去你就把它的那个 cable 卷起来就是你看像我这样子捏这样子按它也是可以恢复原状，就是看起来真是没有什么大碍啦，所以可想而知，它这个其实是很耐用的一个 cable 来的。然后这个 cable 呢，它好是好吧，它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地方呢，就是如果你是戴着这个耳机，你完全没有开什么音乐的时候，你这样转头，你转头的时候是不是它那个布质它会跟你的衣服还是其他的那种 plastic 还是椅子什么摩擦到，然后这个时候呢，它摩擦那些声音全部你的耳朵都听得到，所以是会有点烦的啦，讲真的。虽然比起铁环之外呢，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的是那个 cable 的嘈杂声，but 我是觉得啦，对我来讲，这两个问题都不足以影响使用这个耳机整体的体验。毕竟在你用这个耳机的时候，你用的时候，你就是一定是在听歌，还是在打 game 要去看电影的嘛？你在打 game 的时候，你的头怎么可能会转来转去，离开荧幕的视线呢？然后，如果你是在听歌的话，你也是在一个地方静静的听，你的头也是不可能转来转去。而且
铁环这个问题的话，除非有人就是来叫你来捉弄你，他们来敲你铁环的话，不然这些都不是什么实际上的缺点呐、接下来呢，就是它这个麦，这个麦哦，你不要看它这样普普通通这样哦，它这个麦它也是这个耳机的其中一个精髓之一。它这个麦哦，它是有那个很强的 noise cancellation，而且这个东西哦是由 TeamSpeak 跟那个 Discord 认证过的东西来的。然后这个麦哦，它是可拆式的啦，然后它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那个韧性啦。你要怎样调它，你要怎样熬它，熬到一个你喜欢的角度来讲话都可以的。然后这个麦哦，它的强大之处啦，就是它的 noise cancellation 真的是蛮强的。然后现在我们就听一下哦，我手机录到的那个键盘声，就我手机录的时候哦，那个键盘声是这样大的哦，就真的很吵一下啦。然后哦，我们再听看一下哦，我一边用这个麦讲话的时候，是不是一边打键盘的那个声音？我也不知道跟你讲什么啦，不过我就是一直按这个按钮，然后会讲话就对了，就是录给你们听哦。OK，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今天呢，我留到最后讲的呢，才是这个耳机它真正的灵魂，它真正的精髓所在，就是这个，它是Dolby 7.1 Surround Sound 的那个 Virtual Card，它有3个 Sound Mode 咯。第一个呢是这个，它是 Bass Mode，给喜欢听 Bass 的人听的咯。然后第二个呢是 No EQ，No EQ 就是你听的歌啊，它原本是讲啊，它就以原本怎样的形式输入来你的耳机这边，就完全没有调过东西。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 vocal，就是可能你听别人讲话清楚一点，你就可以用这个 mode。So overall 对我来讲嘞，这个耳机它的表现算是很好的，只是我觉得它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哦，就是哦，你开了这个 surround sound 过后哦，你拿来看戏啊、听音乐那些啊，你会发觉到哦，它的 bass 好像有点不足够的感觉。我个人我是这样子认为啦，我自己个人是这样子用法，就是我看戏还是听歌的时候，我是用 stereo sound 啦，就是它原本立体声就是直接这样子罢了。把我打 game 的话呢，我就一定会用它 surround sound，因为这个耳机哦，你打 game 你不用它 surround sound 哦，就是感觉就是你买这个耳机就已经失去它的意义所在哦，你知道吗？不是讲不可以用立体声 stereo 来打 game 啦，只不过立体声对我来讲，我是可以这样形容，就是你听到脚步声，就是可能左边、右边，还有可能后面罢了。可是如果你开有 surround sound 的话，是不是你可以更清楚的，就是听到那个脚步声的方位在哪里？可能在你后面啊，还是左边后面一点，右边后面一点啊，这样子。而且哦，它对整个游戏世界的那个音效也更有代入感。然后这些体验哦，它真的就只是因为这张卡这样子吧，就是因为这个按钮这样按下去就有的东西，400出块。对我而言来买一个这样子的耳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因为现在市场上面多数的 gaming 耳机啊，它都是环绕系统是有吧，它都是 virtual 的，都是透过那个 software 里面的来调的，就感觉没有这样强哦，就真的只是按一个按钮吧哦，你就真的可以体验到它的不一样在哪里啊。我用差不多600多块马币买到这个耳机，我听到过后我也是很满意的啦，因为到那时候我买的时候我就做了很多很多 research，我才买这个耳机的。我现在我这样推荐这个耳机给你们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本身我是用到好，所以我才跟你们讲。OK，所以我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然后我是真心希望我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外面那些正在考虑要 upgrade 自己耳机还是要买新耳机的朋友，因为现在已经2020年了，然后这个耳机虽然是讲它在前几年就已经出了，但现在哦它的价钱真是跌到很低啦，然后在那样子的价钱哦可以买到一个这样子的耳机哦，算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尤其是它有环绕系统这一点。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啊，真是感谢你们收看 ATNG。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哦，可以帮我按个 like，然后 subscribe 吗？就我接下来也会出更多类似于这样子的影片，然后也顺便帮我 share 给你们那些正在考虑啊要换什么耳机、要买什么耳机的朋友。谢谢你们，我们下个影片见。